临阵怯场还是战略转进？从俄乌战线出发，全面解析乌军新将希尔斯基的战略思想。面对俄军大举进攻，乌军到底该如何应对？这场战争的尽头到底在哪里？今天大兵就和各位好好聊聊这些问题。视频开始呢，大兵先给一些不了解的观众介绍一下本期视频的主角，现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希尔斯基。以下呢，我们简称为希尔斯基。他出生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但从青年开始呢，就加入了乌克兰军队服役。在2005年，希尔斯基从乌克兰国防学院毕业，晋升为少将。并同时呢，他也在这一时期认识了前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两者私交甚好。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7万俄军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大军压制基辅。最近时呢，俄军距离基辅市区不过40公里。当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乌克兰在丧失战略纵深后难以和俄军抗衡，基辅即将失守时，而希尔斯基时任乌克兰陆军司令以及基辅防御战总指挥。面对如此绝望的情况，希尔斯基反应迅速，快速地任命了一批有经验的军官，并在基辅和俄军之间组成了2道防线。同时，他还指挥散布在乌克兰国土上零散的乌克兰军队，让他们炸毁道路和机场，阻断俄军的后勤补给，同时炸毁了第聂伯河上所有通向基辅的大桥，阻断了俄军的攻势。以上这些事迹呢，都只能算是常规操作。真正让希尔斯基一战封神的是在2022年2月的水攻。由于桥梁被炸毁，俄军不得不在河边部署阵地，并且准备跨河战役。然而希尔斯基早有预料，于是他炸毁了位于上游的大坝，洪水铺天盖地的涌来，俄军刚刚铺设好的浮桥直接被摧毁，俄军阵地也被洪水淹没。此战之后呢，希尔斯基一战封神，被授予乌克兰英雄称号。之后还参与过哈尔科夫战役和巴赫穆特战役，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自从去年11月开始，乌克兰东部重镇阿夫迪夫卡就陷入了俄军包围。希尔斯基临危受命，在上任之初，他曾说过要固守阿夫迪夫卡。然而几天之后呢，希尔斯基又选择撤出全部乌军，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战略考量？其实乌军放弃阿夫迪夫卡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但是很多人想不明白，既然要保存有生力量，为什么不提早撤退，而是要在俄军占领焦化厂、缩进包围圈之后才选择仓皇撤退？这其实呢，也是乌军的无奈之处。阿夫迪夫卡虽然是一座小镇，但其地理位置相对特殊，是乌克兰东部的交通要道，也是乌军扎在顿涅茨克市区外的一颗钉子。只要阿夫迪夫卡还在，俄军就没有完全占领顿涅茨克，乌军就有反攻的资本。守住阿夫迪夫卡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舆论和士气，所以乌军在这里经营了近1年多的阵地设施比较完善，利于防守，而且在城市内储存了大量的弹药和武器。这就是为什么在希尔斯基上任之前，乌军选择固守阿夫迪夫卡的原因。希尔斯基接手之后呢，一开始也决定维持这种战略，但他很快发现乌军和俄军存在巨大的人数差距。如果不立刻撤退，城内乌军固然能够凭借完善的防御工事对俄军造成巨大伤亡，但同时乌军也失去了机动能力。如果被俄军包围，阿夫迪夫卡可能会以蚂蚁啃石头的方式被俄军逐步的蚕食，这对于乌军来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毕竟俄罗斯有用上百万的军队，最不缺的就是人，而乌克兰经过数轮动员，兵力最多呢也没有超过40万。如果在阿夫迪夫卡损失太多兵力，那么乌克兰将彻底丧失战略主动权。同时，俄罗斯在春季攻势的力度也远超希尔斯基的预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晚1秒做决定都有可能改变正常战争的走势。所以希尔斯基当机立断，立刻选择让所有阿城守军从阿夫迪夫卡撤退。但即便这样，乌军依旧是付出了一些代价，好在主力部队成功地撤出了俄军包围圈。在阿城之战之后呢，俄军士气大盛，开始俄乌战线同时发动全面进攻。同时，许久不露面的俄罗斯空天军也开始高强度的出动，滑翔炸弹宛如不要钱的一般对乌军防线进行轰炸。乌克兰当然想固守防线，但战争走向呢不会因为个人意志扭转。
客观情况是，俄罗斯在作战人数、装备数量、空中力量、火力强度等方面都占据优势。如果希尔斯基像往常那样下令乌军全线部队死守阵地，俄军在阿夫迪夫卡的意图将成为现实。如何保存有生力量的同时拖延俄军的进攻，成了希尔斯基和所有乌军将领面临的问题。为了让大家理解如今乌克兰的困境，大兵简单介绍一下3月1号的俄乌战线情况。为了方便介绍，大兵将俄乌战线划分为3段。我们先来看北部战线。俄军呢，在库皮扬斯克东部以及东北部取得了数公里的进展，形成了2处突出部，并且俄军使用大量的滑翔炸弹摧毁了奥斯基尔河上的固定桥梁，以此来限制乌军的纵向移动能力。而在中部战线即巴赫穆特方向，俄军已经开始对巴赫穆特西部的伊万尼夫斯克发动进攻。有消息声称，俄军已经占领了该小镇，但尚未得到证明。在阿夫迪夫卡以西，俄第15摩托化师已推进到下一个村镇。乌克兰塔夫里斯克集团军司令奥列克桑德·塔尔纳夫斯基准将表示，俄罗斯军队正在加强间接火力，并将突击小组的规模扩大到营战术小组，并承认俄罗斯军队最近的局部成功。而在顿涅茨克西部，俄罗斯第39摩托化步兵旅已经占领了新米哈伊利夫卡南部。南部战线呢，俄军尚未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但乌军报告，俄军在一夜之间呢发射了5发 S-300 导弹以及多架自杀式无人机。第42摩托化师以及第58集团军正在罗伯季涅方向发动进攻。可以看到，俄罗斯基本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正在竭力的延伸战线，以加大乌克兰的人员压力，削弱乌克兰战线的防御力。而乌军虽然看似正在逐步后退，却并未遭受重大的人员伤亡。很明显，乌军虽然在从战线上撤退，但并不是溃退或者是败逃，而是有计划的逐步向后方转进。大兵认为，这就是希尔斯基和乌克兰最高指挥部对俄罗斯全面进攻的对策。虽然与俄罗斯相比，乌克兰是一个小国，但它依然有着巨大的领土面积。现在乌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少作战人员，无法保持多个方向的防御力。那么乌军可以利用战略纵深和打游击战，一边打一边退，不仅可以让俄军无法和阿夫迪夫卡那样抓到乌军主力，同时频繁的转移战场也增大了俄军的后勤压力。比如医疗设备、重型火炮等，将无法和前线部队保持同步移动。通过这种战术，乌军可以逐步缩小战线，集中优势兵力，依托主要城市形成环状防御圈进行防御，避免因为战线防御不均匀而被俄军撕开口子，从而被分割后逐步击破。同时，保存有生力量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为未来可能进行的和谈做准备。根据华盛顿邮报在3月1号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寻求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而乌克兰方面并没有对此事发表看法。而俄罗斯呢，虽然在俄乌战场上占据了临时的主动权，但是呢，俄罗斯军队的任何大规模集结都会被北约的卫星发现，随后提供给乌克兰。因此，俄军难以像2022年那样在短时间内取得大规模战果。同时，在俄罗斯深陷俄乌泥潭的同时，俄罗斯北部的芬兰和瑞典也加入了北约，和北约国家的直接接壤也让俄罗斯的国防压力陡然剧增。因此，莫斯科明白，虽然他们的目标是整个乌克兰，但这样势必会和北约彻底撕破脸皮。以上的种种因素促成了俄罗斯选择在这个时候向乌克兰表达和谈意愿。虽然乌克兰对此选择冷处理，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除非北约亲自下场，否则乌克兰很难凭借自己的力量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行动，夺回被俄罗斯占领区。同时，2年战争对两国人民造成的极大伤害，乌克兰因为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大量的道路电力系统被摧毁。世界银行统计，想要让乌克兰恢复到战前状态，至少需要7000亿美元。而俄罗斯也因为大量劳动力向军事领域倾斜，导致产业发展失衡，长此以往将为俄罗斯埋下毁灭性的后果。所以大兵认为，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了，大概会在今年内呢进行尝试性的和谈。而在和谈之前，如何利用手上的牌在谈判桌上获得尽可能多的筹码，才是双方领导人要考虑的问题。因此，乌克兰选择在这时通过战略转进保存有生力量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就算在这一过程中让出了不少土地，但这只是暂时性的。
俄军无法占领所有的地盘，而乌克兰只要还有兵，就意味着他还有攻击能力，就像一只正在隐忍的狼，随时都可能咬伤致命的一口。就像当年的哈尔科夫州，虽然被俄罗斯暂时占领，但乌军集结兵力后，依然能从俄军手中将其夺回，创造哈尔科夫大捷。然而在巴赫穆特战役中，乌军虽然也取得了不小的战果，但人员伤亡过大，导致无法进行后续进攻，让俄乌战争陷入了长达半年的壕沟战。希尔斯基正是要避免重现当年在巴赫穆特的战略失误，只要乌克兰人在，乌克兰就在。对于乌军的战略，兄弟们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发表在评论区和大兵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